江生来不羁。在地图上，你很难确定它的主干，甚至都指不出它准确的入海口。它无拘无束，3条大江自成一派，直到入海前才迟迟相逢。但如果将镜头靠近，你会发现，从源头到终点，凡它流经之地，皆是高山阻隔，群峰阻挡。珠江会被命运禁锢吗？这片山林中就藏着珠江的源头，猜猜看它在哪里？它太过于隐蔽，以至于380多年前，徐霞客曾2次探寻珠江源，都在无限接近这里时遗憾错过。它太过于弱小，根本不像一条大江的源头，但溪流之外却是千重大山。那是乌蒙山、哀牢山、10万大山、云开大山、南岭、苗岭等一众1000米海拔的群山封锁，是流域内部总面积占比超过90%的山地丘陵，包括约39%喀斯特地貌的群峰围堵。珠江该怎么办？千重山阻挡，那就携千重山同行。一场属于珠江的补水长征开始了。首先，它盘绕千山，南北盘江在云贵高原上绕出1350多公里的弯折，足足接纳了几十条支流和湖水的补给。随后，豫江、柳江、贵江、鹤江等通通汇入，形成了珠江的最强水系西江。此后，北江、东江连同众多的河岔再从4方汇入，终于结成一张45万平方公里、几乎覆盖岭南大地的超级水网。而这张水网还将无数如毛细血管般的细流深入千山之中，变成一个巨大的雨水收集器，吸纳着流域内每年超过1400毫米的降水，最终江水、雨水、暗流共同汇聚成这条年净流量超过3300多亿立方米的中国第2大河。这样的珠江注定不会被千重山困住，让我们和它一起去劈山切岭吧。劈出泥珠河峡谷、花江峡谷、马岭河峡谷、龙潭峡谷等近800处峡滩，开出黄果树瀑布、得天瀑布、大叠水瀑布等一众断崖飞瀑，它们遍布珠江流域，也构成了中国南方最惊险和秀丽的风光。当江水穿梭于碳酸盐山体中，在漫长的溶蚀作用下，峰丛变成了峰林，峰林又变成了孤峰。就这样，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江水溶蚀千山，洞穿大地，在创造奇绝景色的同时，珠江在千重山间闯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。但即便如此，其流域内的平原面积实在狭小，与3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平原、20万平方公里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根本无法相比。要想打开更大的世界，珠江还要向海搏击。这是7000多年前的珠江口，上百个破碎的岛屿分布在广阔的海湾内。让我们来看看珠江会如何暴改这片海域，让群山融于大海。数千年来，珠江每年携带近8000多万吨泥沙，开始冲填海湾，包围岛屿，形成面积达1万多平方公里、丘陵起伏的珠江三角洲平原。当我们把视角抬高，你会发现，这片平原竟还是一张密集的河网，近100条河道在平原上相会、分叉、纵横交织，又各自奔流，最终汇聚成8大入海口，人称8门入海。这样的珠江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这里的任何一座城市都能成为通向世界的港口。深圳、珠海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、惠州众多港口犹如沧海繁星，而最早在这片海浪中拨出一片天地的，你猜是谁？
它是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之城，依山傍水，西北东三江拱卫。而从地理视角看，它更是珠江向海闯荡的最佳锚点，这就是广州。秦汉时期，非洲的象牙、波斯的银河等海淘产品已进入广州。唐朝时期，从广州起航已可以通向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正所谓蛮身宣夜市，海色进潮台。在当时的广州，外国商贾、外国宗教都已悉数品尝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广州一口通商，满载瓷器、茶叶、黄金、绸缎的货船从这里驶向世界。广州成为了各国商船梦寐以求的朝圣之地，而广州的这一搏就搏到了今天。1957年的春天，新中国与世界交往的通道在第1届广交会中悄然打开。1992年，在广州一个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，一群穿着军装的年轻人搏出了保利地产的创业之路。10多年时间，保利成为全国地产龙头企业，并成功上市。2011年，张小龙在激烈的竞争搏斗中，带领微信团队创造出最有影响力的移动端应用。而今天，无数年轻人在新领域继续与时间和科技相搏。不只是广州，在珠江口，每一座城市都敢闯敢搏。它是喊出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，是首创3来1补的东莞，是草根民企逆袭的佛山，是小商品制造崛起的中山，是100万中奖科技人才的珠海。珠江儿女的字典里没有岸，只有永不停歇的浪，而这万重浪也将点亮那千重山。双龙戏珠，群英百戏，雕梁画栋，厅堂楼阁。你猜这是哪里？答案不在广州陈家祠，而是千重山外的广西百色粤东会馆。相隔近1000里，地域环境和文化传统都截然不同的2个地方，为何会出现如此亲密的联系？答案还是珠江。从清代开始，从事海洋贸易的粤商沿着珠江水系上溯经营，珠江水流到哪里，粤商就走到哪里。他们仿照家乡风格的会馆就建在哪里。像这样的会馆，光是广西就有50多个。于是山海不再相隔，群山之中的木材、药材、香料等物产顺着珠江水系流入大海，远销世界。凡江水所到之处，即便山村乡野，也能汇入庞大的贸易网络。韶关、清远、贵港、来宾、柳州、南宁，珠江沿岸处处是港口，城镇尽整合，从此人潮彼此相拥。不管在珠江流域的哪一座城市，你几乎都可以听到、尝到丰富多彩的珠江滋味。他们是生活在流域内的壮族、苗族、彝族、侗族、布依族等30多个世居民族说出的上百种乡音，以及端到你面前鲜美的粤菜、火辣的前菜和狂野的贵菜。数千年的流动，让珠江早已把分割的地域连为整体。时至今日，人们正在这连为一体的千重山和万重浪间创造新的珠江。这是一条电力珠江，粤港澳大湾区每3度电中就有1度来自珠江上游的西电东送。这是一条淡水珠江，东深供水工程，长达83公里的引水管道，60年来已向香港输送近300亿立方米的淡水，相当于搬动了2000多个西湖。这是一条高铁珠江，长达857公里的贵广高铁，竟有1/2穿行于地下。从广州到贵阳不到4个小时，比20年前足快了5倍。还嫌不够快，让我们来看看这条数据珠江，全球首条400G 算力通道。它意味着从贵阳到广州，数据传输速度仅需10毫秒。正是这一场场跨越山海的资源重组和创造，
让珠江流域以占据中国不到5%的土地，创造出全国12%的 GDP。粤港澳大湾区已位列世界第2湾区，成为中国经济的主力引擎。至此，珠江正在创造最有活力、最有可能性的中国。当我们再次回望珠江，你会发现它早已超越了一条江河的定义，因为它汇聚起的已不仅是五湖四海的水，更是天南地北的人。它携千重山去搏万重浪，更携亿万人来搏万海流。过去如是，未来亦如是。